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斜坡，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，不但成了合适居住的家，室内的灶台不仅可以用来干饭，还能充当火炕解决寒冷问题。这是热爱野外生活的阿克，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到山里居住，顺便锻炼自己的求生本领。他找到一处开阔的斜坡，打算在这里建个小窝。这就先要挖出一块平整的地基，一把铲子在他手里舞动的虎虎生威，看得出来精神小伙体力旺，仅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挖出来个四四方方的基坑。现在从上往下看视野开阔很多，随即他去附近收集一些精壮的原木。由于要搭建地基框架，每一根原木都要用10年以上的树龄，这样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能更牢稳。用斧子把原木的一端劈砍出凹槽，就可以让他们彼此深入交流，只有环环相扣才能相亲相爱。有了稳定的原木做基础，就可以用锯子打个前阵，再用斧子进行整顿。考虑到要做个3角庇护所，顶部一定要用这种粗壮的顶梁柱，将原木精准地卡进去，才能把整个房梁完全支撑起来。好巧不巧的，这才刚刚搭上房梁，天空就下起了绵绵细雨。由于这次出行没有带护具，现在只能和狗子一块淋雨。随着雨季越来越频繁，阿克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。他在上方开辟个烟道口，准备用来连接下方的灶台。在野外生存，有个取暖的地方才是重中之重。阿克已经深得这方面的精髓，很快就将底部灶台口修建完毕。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，先给灶台进行烘干。随着火势越来越旺，他去河边挑选一些长相清秀的石头，用来给烟道口进行加高，尽量保证烟道不会回流。随后他开始收集木材，由于这里的资源丰富，这让他收集起来毫无尺度。很快就加工成合适的长度，顺便再给树兄来套去角质服务，就可以用原木一根根斜着搭建上去。严谨的阿克都会用斧子劈砍出凹槽，这样搭建起来才能更加牢固。很快一个3角形框架的雏形搞定，就这个结实程度，在里面住上1坤年都不是问题。看得出来阿克很满意，当即准备做一个大餐来奖励自己。有一说一，看到这个肋排我羡慕了，隔壁的狗子都是3天饿9顿，而阿克的狗子却是顿顿小烧烤。还得吃饱喝足以后，阿克继续干了起来。由于天气原因，他必须要加快步伐。他用这种细软的柳条穿插成网格状，将整个屋顶包裹起来，这将作为庇护所的承重墙。接着去野外找一些陈年枯木的树皮，在野外生存就要有效地利用天然资源，既能很好地保护自己，而且还是零元购，可谓是就地取材，物尽其用，让阿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用树皮把整个屋顶全部铺满，既能防止雨水的渗透，而且确实简单实用。最后用黄土进行回填，直到将树皮全部覆盖。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，就算来个8级大风也能稳如老狗。考虑到上下行走不是很方便，他用铁锹又在地面挖出几个阶梯，摘采一些苔藓就会方便许多。这简直是大自然赐予的最好的防护伞，用它来装饰屋顶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阿克也是毫不客气地收集来很多，现在看起来整个屋顶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。本以为能安心地睡一晚上，没想到外面的流星不断，搞得阿克以为是在看科幻片。第2天白雪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，阿克去小溪边洗了把脸，昨晚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今天必须要加快推进的步伐。只见他又在一侧加了根承重柱，然后将门脸的位置继续填充，从长到短依次进行固定，除了预留出门口的位置，其他的全部覆盖。现在看起来有了木屋的样子。得益于之前在58同城找了一份好工作，这才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他将新鲜的苔藓继续给填充到缝隙处，不仅可以增加墙体的密封性，而且外部看起来也是非常美观。就算是到了晚上，室内也不会过于寒冷，这样阿克和狗子才能安心的度过整个冬天。